那刚刚咱聊到了运动的部分，再聊点，比如说食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要喝点什么，或者说我吃点什么，立刻能补充到吗？其实就是白开水。白开水，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最实惠。什么甜品，所有的其实都没有白开水管用。包括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的说，我累了，我补充点电解质。这个是特殊人群啊，然后我大强度的锻炼，运动员或者说健身员，这个不是一个基础治疗啊。那个电解质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更可怕。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哈，刚才您看咱聊到了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哈，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确认了有骨质疏松的一个人群啊，那我呢，我睡觉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在夜间我惊醒了，我感觉到我这个腰酸背痛，那我这时候如果说我去医院呢，或者说我临时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比如说我们是采取冷敷还是热敷的这样一个方式，能不能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就是在家物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骨质疏松啊，它是一个退行性病，它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不是某一个外伤所引起的一个热敷是比较有效的冷敷是建议那种骨折了、扭伤的病人。如果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老年患者是喜暖不喜冷的，保暖是如果一旦晚上我觉得很疼睡不着觉，其实家里边老人都会备有这种烤灯了，或者是热敷的一些膏药了，都可以用这一些保暖，可以缓解。甚至可以比方说可以加盖一些后背的，或者把这个换腿或者腰可以垫高一些，支撑一下它这个压力，对压力也是有效的。甚至可以口服一些这种常见的这种止疼药，也是可以的。可以快速的缓解。如果实在不行，就及时去医院，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这种退行骨折了。因为我的临床上也见过好多病人翻一个身就腰椎骨折了。所以说如果疼痛一直不缓解，还是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否则的话自行用药或者是冷敷热敷有可能就用反了。对，那其实还是回归到了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早干预、早预防啊。那您刚刚提到说热敷，比如说我们身边就有的热毛巾，靠谱吗？对，也靠谱，也可以是吧？可以，暖宝宝都行，也行啊。包括您说的，比如说局部的我们烤灯，对，有红外线烤灯了，局部的这个理疗了，还有一些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中呢，空调可以开大一些了。都是可以，或者是护膝，或者贴一些这个治发热的，都是可以立马缓解的。但是治标不治本，对，还是要查明原因。有些疼痛也不是因为骨质疏松，好多轻微的骨折或者其他一些疾病，感染一些疾病也会疼痛。所以即使如果不缓解，还是尽量去医院及时就诊。对。但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常备一些触手可及的这样的能够快速高效的解决方式。刘主任，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请您作为一个常年奋战在一线的临床的一线的专家的角度，送给我们的观众几句关于预防骨质疏松最核心的总结，好不好？好的。我先送给大家3句话。第一，骨骼健康是储蓄越早开始越好。年轻是要多充一些骨本，就是骨链。中年是要减少一些丢失，老年是要才能从容的应对。第二就是防治结合，策略清晰。预防是关键，治疗是要对这个疾病要精准的治疗。该用药时要相信科学。积极配合医生。第三就是安全，安全是最高的一个准则，避免一些运动损伤了，改变一下这个
身边的环境呢，防止一些跌倒。就大家记住，投资这个骨骼健康，就是投资你未来的10年的这个行动自由和一个生活质量。所以从今天起，关注骨骼，立即行动。非常感谢刘医生今天带来了如此全面、深入又贴近咱们百姓生活的科普，信息量巨大，但是每一点呢都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刘主任今天的核心忠告：转变观念，识别信号，基础5环：吃、晒、动、防、戒，规范治疗。感谢刘医生，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希望大家把今天咱们在我们演播室学到的这些知识，转化为明天健康的行动。我们下期再见。